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严伟慈议员、黄伟汉先生、张延廷副司令、林佩强委员、陈凤馨小姐。好，我们先看呢这个国际新闻了。日本跟菲律宾在我们东部外海划界限哦，说彼此这样哦怎么样这个彼此的界限啊。但是呢，我们政府没有讲话哦，所以就问说，那我们的渔民怎么办？万一渔民受到问题，要靠大陆吗？因为大陆已经出声了，因为你不出声啊，大陆出声了。我们看哈，这个渔民说，政府不能不管这件事情嘛。日本跟菲律宾怎么谈判我们的这个海域呢？哦，牵涉到我们的海域嘛。外交部说还在了解详情中，跟日本、菲律宾这个洽谈中。你早干什么吃的啊？你事先你都不知道，完全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说要进行协商，保障渔民的权利哦。所以呢，就有网友说，这不是公然卖台吗？哦，就是说你赖清德、民进党一向很重视主权，那每次跟大陆讲说，你违反了我的主权，你有没有尊重我的主权？我们要对等，要尊严，对大陆要，那对日本不要吗？对美国不要，连对菲律宾都不敢要，这搞什么？哦，就怕得这个，怕得罪那个。然后做过移民署长的谢立功说，日本跟菲律宾的协议，政府不能当路人甲，我们不能被排除在外面了。好，大陆外交部出来讲话了，什么划界谈判非法无效，不理你哦，所以就问了，谁让中共治权推进台湾的海域？怎么回事？你不管，你不去讲啊，他就讲了嘛。钓鱼台也是啊，对不对？你不讲，人就讲了，明明是你的，你就不讲啊。当然他说是他的，日本可能说日本的，菲律宾说是菲律宾的，你要说是我的啊，你都不讲，不就变人家的了吗？外交不就这个样子吗？哦。所以呢，日本跟菲律宾全面升级战略伙伴关系，当然是美国在后面了。哦，他们声明说台海和平很重要。哦，那我们看就是这样，台湾在这里，哦，这边日本，这边菲律宾，然后中间画一个这个交集，说他们在谈，这中间要怎么办，就变成这样。那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这里耶。我们都不讲话，哦，不是很好笑吗？到底搞什么鬼啊？哦，外交部说他们谈判不应该损及我国权利，放马后炮，你早干什么的，对不对？你驻日代表做什么的？你驻菲律宾代表什么？都吃饭的啊，拿公帑浪费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咱的海位拢伫这啊，你到这个位这里啊。渔民的心声，希望政府可以听见，因为日本和菲律宾两国联手宣布决定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和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现在那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黑尾捕捞的一个位置，跟我们鬼头刀啊。其实，在全部的影响大概都是花莲、台东啊，我们的渔船有一个部分了啊。关于重叠海域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我们政府应该表达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跟做法。可以开放这个北中山依然重启谈判这个北中山依然这个海域。只盼政府要发声，但我方外交部表示肯定日菲海事对话，针对大陆不满跳脚，我方也强调我国领土和相关海域主权权利不容中方智慧。如果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渔民协助吗？日菲启动划界谈判，背景是日本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和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距离不足400里，双方主张200里 EEZ 在法理和空间上产生重叠，而重叠区域位在台湾东方到东南方外海，和台湾依法主张的 EEZ 范围也有重叠。日菲启动海域划界，外交部肯定，也让渔民更忧心。因为今天呢，报纸登出来了，大家要群情激愤，政府才说不能影响到我们权益啊，这样一大堆。早前外交部昨天还说乐观其成，希望这个哇太好了啊，他们自己能够去协调。你是路人甲，你是第三方啊，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凤馨。上权入国，莫此为甚。其实所谓的这一个海上的专属经济区，它其实就是从领土然后向海延伸出来的。如果没有领土，其实就没有往海延伸出来的专属经济区专属的权利。那这件事情现在的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你看到日本跟菲律宾说他们要去谈，那在哪里谈什么呢？谈我们家门口，到底这一块海域是归你的还是归他的？然后就是没有台湾，完全没有台湾参与的余地。
这件事情啊，请问一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其实是在5月28号，是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日本的时候，他们当时宣布的。他们宣布完了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在等，因为我昨天早上其实就已经提了，我说没有道理，日本跟菲律宾现在要划专属经济区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可台湾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出来发表任何一句话。我没有想到下午我等到的外交部是说乐观其成，然后肯定日菲彼此之间洽谈。那请问一下台湾呢？台湾要做什么呢？好，当然现在呢，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不要忘了我们当时呢，不管是跟菲律宾之间曾经发生过的广大兴的这个事件，或者我们跟日本有多次在钓鱼台海面的这个附近，还有冲之鸟礁附近，我们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抓到日本去，然后后来要付大笔的金额罚金，他们说是罚金，对我来说那就是赎金，其实都是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其实那也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可是因为没有跟日本谈好，我们就变成了动辄得咎。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日本跟菲律宾谈完了，没有台湾的角色，那台湾的渔民是不是一出海就进入别人的专属经济区？请问一下，台湾的渔民权益在哪里？不只是渔民，其实专属经济区它有属于渔业的部分，但更多的是属于海面下资源的部分。台湾有人关心这件事情吗？28号到现在，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28号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好，那当然，我觉得真正你如果说今天你认为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是我们领土所延伸出去的主权。那对不起，你日本、菲律宾没有照会中华民国，我们不接受，而且我们要抗议。那中国大陆呢，要来这边执法，我们也抗议。你三方都要抗议，你才叫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我派我的军舰、海巡署的船去了。对啊，结果我们不是就大陆先派他们的船过来，海警船过来了。我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情境，就是在我们家门口，渔民在作业的时候，日本的公务船来赶我们，或者菲律宾的公务船来赶我们，结果呢，大陆的海警船来帮我们的渔民去赶日本跟菲律宾的公务船，那个时候那才叫做丢人现眼。来，书记长。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精彩的言论啦，卖台啦、丧事喜办都有啦。我看过印象最深刻叫200换200，200万的 VIP 棒球票换200里的经济海域，因为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嘛。老实讲，我们现在遇到这是个国安危机，如果这不算国安危机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日本跟菲律宾直接无视于中华民国，无视于中华民国主权，无视于中华民国经济海域，就直接把我们在东部宜兰以南，在西部新竹以南所有的海域划成他们自己的经济区域，然后日本跑来划海域，菲律宾跑来划界限，连中国大陆都派他们武警船过来驱逐，说宣制主权。那我们在干嘛？我们在说我们肯定。各位，肯定这个字眼在政治里面是感谢的意思，我们感谢人家来亲门夺户，我们来感谢人家来抢我们的经济海域。我实在无法理解说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可笑的事情。经济海域不是只有渔业而已哦，对，还有什么？还有矿业，还有说你甚至说你未来你海底的电缆该怎么放，整个海洋战略都是有关经济海域的。结果我们的外交部讲什么？肯定感谢。你为什么会感谢一个说来我们家抢东西的强盗？就算说台日友好、台非友好，不能忽略主权呢、但我记得马英九2013年的时候，广大兴他派船出去护渔，那我们现在政府呢？所以，我们今天党团说，我们直接提出4个要求。第一个，你正式的 protest， 你正式的抗议要出去，而且未来有关这边经济海域的任何谈判，中华民国必须要参与。如果不参与的话，我们一定全力抵抗到底。第二个，整个所有跨部门的所谓护渔的方案，东部护渔方案你要出来，这不是只有说这个。外交部而已，外交部、国防部、海委会，甚至所有4大部门全部都要出去。你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如何告我们的渔民安心？现在渔民们正在反，我是基隆立委，我基隆渔民一定反的、更不用讲说其他的渔民们。第三个，这个应该要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国安会议出来。这个国安会议不出来的话，说真的，这个执政团队甚至是无能又无耻。我只能这样讲，因为你这个如果没有出来一个国安会议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再相信这个政府？而且这个国安会议出来，你所做出来的报告，包括护渔方案，包括你跟日本、菲律宾之间的接触，全部请来立法院报告。
因为国人需要知道，我们也关心，全国人都关心，不是只有渔民而已哦，不是这样子哦，不是只有渔民而已，请注意一下。当我们的海底电缆可能都不能设的时候，日本跟菲律宾擅自过来，在我们的经济海域上直接划线，而最后来保护我们是大陆的武警，这不是很可笑？是我们自己没有海巡署吗？海巡署在哪里？我们这为什么没有作业？所以说这个肯定这个字，我觉得这是外交部绝对是错误。老实讲，如果在过去正常的状况，民主法治国家里面要有人下台，怎么可能说肯定人家来抢我们经济海域呢？不仅是我们应该去问我们驻菲律宾、驻日本的这个代表，也应该把日本、菲律宾驻台湾代表找来骂一顿的，训斥一顿。什么意思？日本今天怎么讲？日本说没关系。因为这个只是我们两边的菲律宾跟这个日本的，跟其他三方都不要遵守，所以跟你们都无关。这讲什么鬼话？这在我们旁边的老沈是这样哈。大家现在谈到的，就是说潜在牵涉到的，因为特殊经济海域所 involve 的这个渔权的问题，我觉得背后敏感的、丢不起脸的、不能讲的问题才严重啊。因为这个同样的事情。不仅是现在碰到这个，那个钓鱼台也是啊，南沙岛也是啊。那我们以我们的国力，我们是不太怕越南，我们也不太理会菲律宾，还可以斗一斗，不见得输得太难看。但是你碰到日本就脚软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我们政府当局是你们刚才所谈的都还没有碰到的问题，政府内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有一些问题是不能碰的，比如说你现在日本跟菲律宾很嚣张啊，但是它是我们这边的，基本上还是我们盟国的盟国啊，所以呢，他们两个你没有办法干好的话，背后老共就在看，你台湾到底是你自己有主权呢？当然他否认，但是你起码是我的一部分，代表我在这个事件的最前线处理这个东西。老共的立场是什么？你处理得好的话，我也是点点没讲话啦。如果像南沙岛，我们在南沙岛处理的还可以没有人惹我们的时候，美国就不讲话但是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老共出来了，美国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最后台湾是自己做主呢？我是老板我中华民国有主权你们喜欢讲的或者是我是代表背后那个最大牌的，在这里行使我的主权，是这样吗？你们又不愿意承认？我觉得啦，因为现在日本跟菲律宾都是老美的这个细汉的嘛，这件事情如果太不像样他们两个不听话的话，我觉得我们要经由我们的第三管道叫美国出来。美国呢出面见人的关系你爱为什么要怎么叫美国出来？你说你美国再不出来，老共就出来了老共出来了，不是我不好看而已大家都不好看。你觉得老共会等很久吗？他不会的。你们两个搞得太不像样的话，老共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脸不晓得摆到哪里去但是老共已经出来了，对他已经出来了。对你觉得我们的外交部会找美国？你老沈，你太善良了。对，你说民进党政府心里很痛苦，他痛苦什么？他痛苦就不会说乐观其成了嘛，他最多说我在注意观察。我们要密切注意，强烈抗议他就算不敢讲强烈抗议，他至少不会讲乐观其成嘛。这个差很远，乐观其成跟这个强烈抗议中间差了108000里他开始讲的乐观其成，是因为力求无事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他当然谁也得罪不起。日本菲律宾美国都得罪不起，那就乐观其成。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讲，这个是政府的无能，是我看透他的无能，不是你嘴中的善良。好了，我善良是客气，我讲善良是讲是客气。那马英九时代钓鱼台去抗议对没有不抗议黄大仙也抗议最后才能够签渔业协定对不对？换句话说，你什么主权当然是我们的，我们什么讲说主权不是我们，我们还说我们主权基于大陆了，只是他说你不要提了，大家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主权，我们什么时候放弃过主权呢？更何况治权也是我们的主权也是我们的这一块对不对？大陆也许说你主权不基于大陆，治权不基于大陆。对不对？但是我们认为主权是我们，那不管了治权。拿印度侵犯大
大陆的主权时候，我们为什么没讲话？不管了，基本上你也可以讲话，你不管我偏偏要管，你也可以讲话，你也可以讲啊，你要讲照讲不啊？只要谁侵犯中国大陆权，我就讲是怎样，讲你也不花1毛钱，你至少态度要表达出来嘛。一中各表示吹牛的嘛？没有吹牛，至少你这边是真的嘛？什么要吹牛呢？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这边都不讲，这很奇怪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需要再回来。好，那么大陆海警呢派这个他的舰呢去巡查来反制这件事哈。这边讲得很清楚了，这边怎么讲呢？我外交部昨天对日菲做法表达肯定。对啊，你肯定什么？怎么能肯定？然后说愿在日菲分别已经签署逾越相关协定，再进一步分享这个海洋资源。你跟他分享，他跟你分享什么？好吧？北京很紧张，所以他派了第3舰高调巡查台湾东部。他来了，你不来还来了，很快啊，没有2天就来了哦。而且大陆媒体就说了，用行动告诉世界，台湾以东的海域由中国管辖。你放弃啊，你不管了、啊，你怕啊，他来了哦。然后不止如此，中共的飞行员还在黄岩岛喊说，我们全时待战。所以呢，日本跟菲律宾这个谈判，我们觉得没什么，肯定北京很气，文攻武吓，战机都出动了。哦，领土主权东西是不能够有丝毫妥协让步的。哦，那你看啊，这个在黄岩岛，不管是飞机哦，不管是船，通通出来了，舰都出来了。那黄岩岛在哪里？很多人可能还搞不清楚啊。台湾在这里，上面是日本、韩国，对不对？我们东北，然后呢，这边大陆、海南岛、西沙群岛。越南在这里，菲律宾在我们下面，哦，那黄岩岛就在这里，黄岩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现在飞机这边绕，哦，他现在就讲了，他说，哼，3方包围台湾了，钓鱼台这里，哦，你不要对不对？我要，这边我也包围你了，哦，这个黄岩岛、菲律宾那边，然后这边不用讲了，台湾海峡，3方包围起来。那日本官房长官说，你们抗什么议啊？跟第3方无关，这个跟国际法是符合的。我们只跟日本跟菲律宾，我们2个国家在签的嘛，划界嘛，跟你们第三方有什么关系？所以没有问题啊，国际法也没有问题啊。哦，然后呢，中国说他现在是对中国台湾岛执法巡查，要报复日本、菲律宾，海巡署严正谴责。你这是我们的主权，不容你侵犯，不容并吞。那我的意思说，是啊，当然，但是你就要早一点去啊，你要讲话，你肯定什么呢？那等人家开始执法，你再说哦，不行哦，老共不行，那你为什么不去呢？你第一时间就要去，你要很敏感，这种事情很敏感的事情，你都不去，哦，你都不去，你再看这个图，他们谈这个就在台湾，看到没有？宜兰以下，宜兰以就在这里，基隆出来，宜兰、台东、花莲就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甚至连高雄。中国海警第3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北京认为红线狂被踩，出动海警船编队在我国台东周遭徘徊。我国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在我国限制水域外航行，长兵舰全程并航监控，强调台湾东部海域并非中国海警的执法区域。未经我国许可，禁止在此作业。请立刻将你的采样仪器收回，立刻离开。除了海警船袭扰，对岸近期频繁利用科研船进行灰色地带行动。海巡署派出舰艇广播驱离外，也靠近制造大浪、强光照射等，迫使对方离开我国海域。不止水面交锋，空中也频频对峙。台湾军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立即离开，否则我将予拦截。我是中华民国军事航空器，正在空域执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的行动。2号一早8点44分左右，我空军在澎湖七美西南西空域执行巡逻时，遭共军嚣张呛虾。我方飞行员广播回向外，在掌握空优后，反过来强制驱离共机，命令他脱离。
另外，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最新消息，辽宁舰在5月26到28号现身太平洋海域，而且3天内执行高达170架次的舰载机与直升机起降，操演强度相当罕见。而自卫队护卫舰全程在后方严密监控，共军南海防堵菲律宾，东海与日本对峙，又得对我国发动灰色地带施压，真的很忙。张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丧权辱国。自私立场，进退失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按照比例原则啊，我们台湾是那么大的一个岛屿，2300万人呢。你今天这个日本的，不管你与那国岛、石垣岛，通通加人口不到100万，你把西南诸岛人口通通加在一起，所以日本划到我们这边来，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那将来我们的渔民出去打，心里还忐忑的，是不是已经到了日本的经济海域？到了菲律宾的经济海域，明明就是我们200海里的经济海域，200海里就是370公里。那我们渔民现在怎么去打鱼，怎么去做生意？这方面，我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呢太软弱了，而且没有作为，怎么还可以歌功颂德、乐观其成？整个是荒腔走板。我认为，按照这样子，我认为啊，我们这样子自己把自己矮化了，把自己地方化，把自己不要就变成虚极化，到最后变成无能化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地方。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没有对维护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渔权来伸张正义，来据理力争，应该这个样子来看呢。然后现在来看，我们在这尤其是花东海域，我们竟然就主动放弃，让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来了。那我们的海巡署在做什么？我们海巡署应该这个时候应该出来捍卫啊！应该这个我怎么可以让中国大陆来捍卫？那我们海巡署在做什么？怎么这边根本没有对他的执法、对他的主权上的维护这个执法权来伸张呢？所以我认为在这方政府的这方面作为，我认为他没有一句没有立场，没有看法，随波逐流，毫没有自己的定见。我认为这个很可怕。你将来怎么办？刚刚前面那一题我们在讲的是渔权，现在已经进到海警船要过来，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台菲的渔业协定出来之后，那刚刚这个主持人康哥给大家看图哈，那个图是今天联合报的图，但我觉得中国时报的图可能更好。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其实刚刚将军有讲了哈，任何国家在主张它的海岸线以外200海里是多少？370公里，叫做这个 economic zone。好，就是前面加一个 exclusive， 就是专属经济海域 EEZ。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因为这张图还多了一个，其实中国大陆它也宣称，因为这是沿岸嘛，沿岸往外370公里都是啊，所以我们台湾都要用包啊。中国大陆是这一条，所以我们台湾整个都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海域里面，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嘛。好，那菲律宾呢？它现在因为它这里有相关的这些吕宋岛以北的这些小岛，巴丹岛往上370公里，你就懂为什么它这样画了。因为这里有它的这个岛，所以往上周边370这个公里200海里都算它的。日本这里有宫古啊，有这个与那国岛啊，所以以这里为来算啊，这就是日本的。所以我们台湾等于被3方给瓜分。那所以我先讲第一个，渔权是最重要的，因为渔民生活很重要。他出去外面打鱼，如果被到处驱赶，菲律宾也赶我们，日本也赶我们，那中国大陆也赶我们，那我们就这无以为生。我们过往有很多的情况发生。好，那我讲我们最记得是什么？就是广大兴号对菲律宾。那我现在跟观众朋友讲哈，我们台湾跟菲律宾有台菲渔业协定，是这样。也就是说，根据台菲渔业协定，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边，在这个拉上来，因为这里有巴丹岛啊，所以菲律宾的巴丹岛算你们的。可是因为很接近我们台湾巴士海峡这里的，所以我们大家各自台湾的渔民在这里，然后菲律宾渔民在这里，所以我们这叫台菲渔业协定。2015年广大兴事件之后，我们签好的台日渔业协定。那我们跟日本之间怎么办呢？长这样。台日渔业协定就是，像冲绳这些相关的这个岛屿之外，我们在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中间的临街区的时候，大家互相要处理。好，那我已经讲完了。观众朋友想说，对啊，我们跟日本有台日，我们跟菲律宾有台菲啊，都已经画好了，为什么现在来一个日菲跨过台湾？所以外交部是应该跟日本抗议的。但是外交部跟日本抗议之前，显然他都没有在看日本看菲律宾，他看的是中国大陆嘛。马上中国大陆他讲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属于他一部分的，所以就中国大陆海警船来了以后。外交部5月28号签了日菲协议之后，5月31才发的声明，所以这个不会是突然发错啦，这隔3天啊。这个日菲协议是5月28签的
5月31隔了3天才发说，对于签这个协议是表示肯定的，这不是乱发的啦。所以显然外交部跟我们的海巡署还有相关的单位认为，比起渔权上面可能受了损失，主权上面对中国大陆他是更在意的。我的个人解读是这样。第二，因为日本的官方长官今天也出来讲说，我们跟菲律宾之间所谈的那个叫做我们日菲的约签无涉第三国没有拘束力，意思说我们就画这样，你们还是可以捕鱼，要确定你要把我们台湾抓进来一起来谈。出现的这个我们台菲跟这个日菲，那就三方中间这段是我们的就好啦。当然中国大陆可能有意见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倒退的。如果日本要在意我们的话，他在跟菲律宾谈的时候，应该讲说我们跟台湾有一个台菲渔约协定哦，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标线去画哦，这样对不起，台日渔约协定哦，所以日本应该要基于他跟台湾的渔约协定，再去跟菲律宾谈。那刚好我们跟菲律宾也有一个，所以台日菲渔约协定就可以谈成了嘛。可是这次没有，我们排除在外，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主权上来讲，国际地位上，我觉得是受侵害。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渔民如果真的照这样所画，一走出去就被三方宣称，这中国讲说你不可以捕鱼，日本说你也不可以捕鱼，菲律宾有说你不行的话，我们的渔民怎么办？我们渔民将会没有办法去讨生活，这点是最重要的。除了刚刚佩强讲的开国安会议政府要提出一些办法赶快我再讲一次，对我们驻菲律宾的、驻日本的代表，他们不是白拿薪水的，让他们去抗议。同时招菲律宾、日本驻台的代表也要表示抗议，派海巡署的船去巡视、去巡逻，怎么不能去？休假再回来。